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这周大家有没有重复的听前一讲啊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学习正式修习之次第，请大家翻开广论348页，最后一行看原文，有没有找到行呀？右总三乘修道次第引导之理，无着菩萨于瑜伽师地中极广抉择，故彼为最广开示修行之论。又于一论广说之事，余则从略。止观二法设抉择说于声闻地应当了之，故声闻地最为广者。总体而言呢，在无着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当中呢，详细的抉择三乘道次第的引导方法。所以呢，瑜伽师地论是一部极为详细的开示修持的教典。而在其中一部呢，详尽的解说的内容，在其他部当中呢，就不会广说了。关于止观二法设抉择分说呢，必须要从声闻地当中来了知。所以呢，声闻地是极其详尽开示止观的论点，要记得声闻地。那么我们呢，再接着往下看，看原文。慈尊亦与庄严经论、辩中边论说9种助心方便及8段行。狮子贤论师、噶玛拉希拉论师、寂静论师等印度智者随前诸论，亦多著有修定次第。至尊慈氏呢，也在经庄严论与辩中边论当中呢，宣说了9助行的方便及8种断行。还有狮子贤论师啊，噶玛拉希拉论师，记得噶玛拉希拉论师是谁吧？就是莲花戒论师。噶玛拉希拉呢是梵文的音译，意义呢就是莲花戒。还有呢，狮子贤论师、莲花戒论师、寂静论师等印度的智者，也依据着呢经庄严论与辩中边论等教典而撰写了许多修定的次第。我们呢再往下看，看原文。又除原本尊身空点咒字等所缘不同外，七定大体前诸大论与咒所说即相随顺，现见由于定五过失及除过方便等，经反即相。说除了圆着本尊的身相、名点与种子字等这个所缘不同之外呢，定的一个总体的就是大概的样貌，前面呢与那些诸大教典中的说法与密乘中所说的都是极为相顺。尤其呢是关于修订的过程中会出现的5种过失，以及呢如何去除这些过失的方法，在显教当中呢都有极为详尽的宣说。我们呢再往下看，看原文。然见能知依彼大论修者，机同咒心，讲自心垢，则为论过，未必唯能开辟外界，望之别有开示心要义理教授，现借于彼所说修定次第，正修定时竟为何似，全无疑惑。然而见到懂得依照诸大论点而修行的人呢，宗大师说己同昼星，已经了若晨星，就像白天的星星一样，是非常非常少的。因此呢，将自己内心的过失的污垢推给这些教典，认为这些教典呢只是开辟外在的理解，只是在剖析了外在的知识。除了诸大教典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开示心要意涵的教授，现见当行持诸大教典中所说的修订的次第的时候，
却连一个究竟是如何的这样的疑惑都不会升起。那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学习了诸大教典中所说的修定的次第，学了之后呢，但是在实修的时候呢，却连诸大教典中所说的修定次第到底是如何修的，连这样的疑问疑惑都没有升起，更不要说会依着教典所说的修定次第去修行。这是一个什么状态？学了之后全部忘光。仁波切也讲过说，知道依靠诸大论点宣说的内容而修定的人，就像白天的星星一样。那么现在的人修定，那到底是怎么修的呀？所以把自己心里的过失认为是教典的过失，而不能依照教典所说的密意去修持，认为教典讲了那么多就是为了阐述外在的知识而已，而不觉得内在的修持的口诀是在那里边的。所以在修行的时候，也就是连一个一念的一个怀疑的心都不会升起，说比如说思考说，这个问题经典写的是不是这样啊？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，就认为自己认为的就是对的，不需要照着教典想怎么修就怎么修。看一看那是宗大师的教诫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紧紧的依循着诸大教典教导我们修定的方式去修行，而不要自己认为该怎么修就怎么修，然后一定呢要依着具有清净传承的修行的教授来修。那么呢，就是我们学了这样的教典之后呢，在修的时候，不仅仅要在修的时候升起这样的疑惑，而且在学的时候也要想说，到底教典要怎么修的，次第是怎么样的，数量是怎么样的，这个要在内心中非常清晰的意识，然后在修的时候照着修，才是沿着清净的传承的修行的教授而修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